我叫克里斯，从22岁就在海底打螺丝，听起来很普通，可它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。我们经常下到水下几百米，一待就是6-7个小时。正常潜水只有上浮时才需要减压，可我们下水前都得在这巨型铁罐里住上好几个星期，内部气压是陆地的10倍左右，好让身体提前适应深海的高压环境。这就是饱和潜水。2012年9月18日，托帕兹号停在英国北海中央，晚上8点13分，潜水钟离船下潜。它像一台水下电梯，也是我们在海底作业的安全屋。大约半小时后，钟到达海底80米处，邓肯留在里面接应。我和大卫从舱口爬了出去。这根粗壮的缆线，一头接在我们身上，一头连着潜水钟、氧气、供热、照明、通讯全捆在里面。在漆黑的海底，它就是唯一的生命脐带。出钟后，我和大卫沿着钢架游动，到达90米处的目标区域。这里有一座房子大小的黄色管汇，汇集了4面8方的油气管道，是整片油田的中转站。我们的任务是给其中一段管道换新，先关掉阀门，把它单独隔离出来，接上新管，再通知船上往里打压，确认接口一丝不漏。当天北海风浪很大，但我们并不担心，因为重达8000吨的托帕兹号就像一枚定海神针，配备了动态定位系统，不需要用锚固定。风浪把船往哪边推，电脑就会根据风速和浪速让推进器往反方向驱动，自动修正船只位置。可凡事就怕万一。晚上10点09分，监督员通过耳机命令我们立马返回。话音未落，潜水钟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飘走。我和大卫顺着各自的缆线，扒着管汇的钢架，借着浮力拼命往上攀。大卫离钟近，先一步往上，我紧跟在后。不知不觉中，我身后的脐带早已绕成一圈，不偏不倚地被一个凸起的金属件勾住。我正想把它扯开，缆线却瞬间绷紧。那一刻我才意识到，拽着我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艘8000吨的船。更可怕的是，钢架的边口十分锋利，就像一座满面孔洞的绞肉机，缆线随时可能把我拖进去，刮成肉泥。绝境之中，不堪重负的缆线忽然一声闷响，当场崩断。我像断线的风筝摔回海底，仰面躺进那片死寂的黑暗里。先是耳机没了，那感觉就像有人把地球的音箱拔掉，整个世界都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接着供气没了，热水没了，灯也灭了。我几乎是本能的伸手拧开头盔侧面的阀门，切到了背后的应急气瓶。缓过来后，我挣扎着起身，想摸回管汇，爬上去，好让他们返回时能看见我。可四周一片漆黑，连自己的手放在眼前都看不见。我知道那座巨大的管汇就在几米外，可在绝对的黑暗里，几米和几公里没有分别。万一走差一步，就再也没人能找到我。我不敢乱游，只能咬着牙拖着断掉的残缆，一寸一寸往前探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指尖终于撞上一根冰冷的钢架，我抓住它，像抓住最后一块陆地，凭着触感一点点爬上5米高的顶部。海底的温度只有4度，就像坐在冰箱里。我蜷缩起来，想让体温流失得慢一些。可应急气瓶是混合气，氧气用于维持呼吸，氦气用来防止淡醉，但它的导热系数是空气的6倍左右，正把我的体温飞快带走。我知道我回不去了。那一刻，我没有想到什么宏大的梦想，脑海里不断闪过的是我没办完的婚礼、没盖完的房子，还有母亲的身影。我的意识渐渐模糊，最终被黑暗彻底吞没。而此刻，我头顶90米的海面上早已乱成一团。那晚天气突变，风速飙到35节，近5米高的涌浪一层压着一层砸下来，哪怕托帕兹号这样的庞然大物也被推得一点点偏离原位。就在我挣扎的那几分钟里，托帕兹已经飘出去约240米。240米听着不远，可要让一艘8000吨的船在风浪里重新挪回原位，难度不亚于让一栋高楼在海上倒车入库。手动操控根本压不住风浪，驾驶台别无选择，只能把整套定位系统彻底关掉，重新启动。这也意味着在那几十秒里，船会完全失控，任由风浪摆布。
10:17，船长控制住了托帕兹号，随船的水下机器人 ROV 也跟着调转方向，返回管会搜寻我的踪迹。万幸的是，我身上的定位设备并没有失效。20分钟后 ，ROV 追踪着信号，最终在管会顶部的钢架上发现了我，并记录下了这珍贵的一幕。如你所见，我蜷缩在那儿，手臂微微抽搐，头盔旁还冒着气泡。有人说那是我在向 ROV 挥手求救，实际上我当时已经陷入濒死状态，那只是身体无意识的抽搐与肌肉痉挛。晚上10:40，托帕兹缓缓靠回管会上方，潜水钟被降到距我大约18米的地方。大卫顺着 ROV 的灯光，一点点摸到了我的身边，把我扶正，扣上救援绳，架着我这具沉重的身体，拼命向潜水中游去。可要把我软绵无力的身体塞进那道狭窄的舱口，并不容易。10:46，大卫和邓肯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才把我拖进了安全屋。从断缆到这一刻，整整过去了33分钟。邓肯摘下我的头盔，见我脸色发青，呼吸微弱，便俯下身对着我做了2次深深的人工呼吸。几秒钟后，奇迹发生了，我的呼吸一点一点地回来了。那一刻，3个差点被北海永远分开的人，又在这只小小的潜水钟里重逢了。当时我的身体还处于深海高压状态，不能马上送医院，只能先躺在船上的高压舱里，一边复温，一边慢慢减压。几天后，检查结果出来，我没有留下明显的脑损伤。3周后，我又回到了那片海域，接着干完那桩没做完的活。现在回头看，我不觉得那是勇敢，也许只是年轻，也许只是不甘心，不想承认自己被那片黑暗打败过。人们都说我的生还是个奇迹，可这2个字解释不了那一晚。硬要说，那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奇迹，而是好几个小幸运恰好叠在了一起。一是缆线断掉后，2个应急气瓶维持着我的基本呼吸；二是低温，是的，你没听错，它差点冻死我，却也阴差阳错地救了我。它无形中把我的身体调成了省电模式，心跳、呼吸、大脑耗氧全都慢了下来。就这样，2瓶原本只够撑5分钟的应急气，硬是陪我熬过了30多分钟。再加上我长期泡在高压环境里，头盔、肺部、血液和身体组织里本就存着一点氧，那点氧不足以让我保持清醒，却刚好让我没有立刻死去。当然，这些叠在一起，也只是让死亡慢了一步。真正把我拉回来的，是我没有乱游，爬回了管会，是 ROV 找到了我，是船长把船硬开了回来，大卫顶着风浪冒死再次下水，是邓肯吹进我肺里的那2口气。任何一环慢一点，错一点，犹豫一点，今天我都不可能在这儿跟大家讲这个故事。生命的珍贵，或许从不在于它有多轰轰烈烈，而在于它可能被一根线悄无声息地带走，也可能被另外几根线悄无声息地拉回来。